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睡一顿好觉了？现在这个年代，睡一顿好觉是非常非常奢侈的。有的人就躺到床上以后很难入睡，那有的人呢，睡着了以后很容易被惊醒。如果你夜间经常被惊醒，跟夜间被惊醒一次，然后呢，过了一会儿你又可以睡着了，完整的把它睡完，这都是不同的问题来源了。还有呢，有的人早醒。还有呢，有的人很难进入深度睡眠。我跟各位说啊，每一种背后都代表不同的问题的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。难以入睡这件事情呢，因为大家年龄不一样，就遇到的挑战不一样。45岁以下、40岁以下，如果你有难以入睡的问题的话，当然你需要考虑蓝光的问题了，手机啦、电脑啦。你在睡觉前1-2个小时应该要远离这些东西，我知道很难做到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我们在睡觉以前就在刷手机，刷到自己眼睛张不开了以后去睡觉，其实是对我们睡眠比较不利的。年纪轻的人难以入睡啊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，是体内的镁不足啊。镁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复杂，它管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啊。如果说你平时容易抽筋，如果你平时容易便秘，如果你容易反胃酸，如果你容易偏头痛，如果你容易比较紧张，如果这些因素有那么1-2个困扰着你，然后呢，你难以入睡，是缺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强烈建议大家考虑补充皮米镁。皮米镁是很特殊的一种镁，它的粒径很小，所以细胞的利用率高。你的皮米镁当然是要兑水喝的。我告诉你，喝完了以后呢，过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呢开始放松了，因为镁可以放松我们的肌肉啊，对入睡会有很好的帮助的。你们不妨可以考虑看看。如果你的年龄在40、45岁以上了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自己身体制造褪黑素的能力会下降的。而褪黑素，我们的脑啊管理节律很重要的一种激素，褪黑素变少了，不会影响你夜里头的深度睡眠，可是对入睡会受影响。所以难以入睡的人，年纪稍微长一点的，除了补充皮米镁之外，强烈的建议你考虑褪黑素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补充过褪黑素的话，我强烈建议你从1毫克开始啊！你千万不要以为剂量越多效果会越好，剂量太多了反效果的，这是难以入睡的问题了。第二个问题是睡着了以后呢，如果你入睡1-2个小时的时间被惊醒了，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是属于一种比较惊恐的状态，冒冷汗、手发抖，恐怕是你睡前吃了高糖食物，这种高糖食物引起你的血糖下降的比较快，然后呢，在你入睡的时候，身体出现低血糖了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，我说你就不要吃宵夜了。如果你说我不吃宵夜我就睡不好，我必须要吃一点宵夜，那么我就建议你，其实你不需要多的，你睡觉之前煎2个荷包蛋吃 ，OK 了。你自己的胃也不至于吃的很多，然后你的血糖很平稳。这种入睡1-2个小时以后被惊醒的现象就会消失的。夜里头出现低血糖的现象，一般来说只会出现1次的。它没有出现第2次的机会，因为你夜里没有再进食了。这个时候你知道你需要改变你睡前进食的这种习惯。那么这是第2个。第3个问题呢，有很多人会抱怨他深度睡眠不足。深度睡眠如果严重不足的话，你长期的就恢复不好，尤其是脑部恢复不好。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缺少深度睡眠呢？比较大概率的身体维生素 D 严重不足啊。什么叫做理想的维生素 D？ 如果去验血的话，达到30纳克叫做理想。我给你们的建议是，维生素 D 最低标准不能够低过60纳克。如果你要用我自己的标准来看的话，我认为维生素 D 起码要在100纳克以上叫做 OK。我跟各位透露一下，我自己的维生素 D 呢是在240纳克左右。所以如果你深度睡眠不足，你可以考虑补充比较高剂量的维生素 D。 那你要注意了，维生素 D3 的补充要伴随维生素 K2， 尤其是 MK7 形式的维生素 K2 一起。没有维生素 K2 的伴随的话，你身体会吸收很多的钙，而这些钙呢不一定到了你的骨骼去的，那害怕的就是血钙过高会引起其他的顾虑。所以这个是对于深度睡眠不足的同学们提供的一点意见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早醒了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每一天不管我几点钟睡觉，我睡得早醒的就更早。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是皮质醇分泌过多。按照我们身体制造激素的节律来看的话，我们在刚刚睡醒觉的时候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皮质醇水平最高的时候，就是你身体制造的比较多的皮质醇
把你叫醒的。那么早醒的人呢，就表示这个节律有问题，是过早出现皮质醇的高峰啊。这个事情呢比较不容易解决。那么如果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，我可以建议你考虑一种营养补充剂，叫做 KSM66。它跟南非醉茄不一样啊，它是用南非醉茄的根，用一种专利的技术去把它提取出来的。所以你要去找的话，你要找 KSM66，而不是去找南非醉茄。如果你找到 KSM66 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建议，大概500毫克或者是600毫克，晚上睡前吃就可以了。有很多同学用这个方式呢，他早醒的现象可以往后延迟大概个把小时，这个把小时啊，贡献就很大了。皮质醇是一种压力激素。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生活习惯，我自己也是用这种方式在做调节的。因为皮质醇压力激素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身体交感神经过激，副交感不足，所以交感跟副交感失去平衡，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非常普遍的，因为压力大呀，而舒缓压力的途径很少，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都扛着压力在过日子。俨然抗压能力是我们人的品质的一部分啊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抗压能力越强的人越容易出这种问题，他的交感过激，然后呢副交感不足，这种现象你需要透过很多的练习给身体安全感，不是给你的思想安全感，给身体安全感。我可以给你们介绍比较简单的几种方式，是我自己在做的。因为早上刚刚睡醒觉的时候，往往是我们身体皮质醇比较高的，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放松，我现在的做法是早上睡醒觉了以后，我就到洗澡间把温水打开来，给身体做温水的淋浴啊！我会在这个温水的淋浴下面淋个5分钟到10分钟，让身体有放松的机会啊！每天如此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件事。我自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，我每天会有一次做呼吸练习。你一边做呼吸练习，一边看你的心率，你就知道你的神经系统在发生变化的。这个呼吸练习怎么做呢？一次做5分钟，一天做一次，你不要做多次哈，一天一次就好了哈。这个呼吸练习的整个过程就是用鼻子在呼吸的，用鼻子吸气，不需要强迫自己吸满它，很自然的吸气4秒钟，然后呢，很自然的把气透过鼻子呼出来，但是呢，慢慢的呼6秒钟，在最后2秒钟的时候呢，把整个胸腔跟腹部全部放松，最后那一点点气它就出来了，然后你再吸气4秒钟。然后你再慢慢的用鼻子吐气6秒钟，最后2秒钟你把它全部放空。如果你带一个心率的表啊，在你吸气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你的心率往上升了，然后你呼气的时候，你的心率就往下降了。如果你刚刚开始做这件事情，你的心率都没有什么变化，你就知道你的神经系统有多么的僵化了。为什么说一天只练习1次呢？我第一次比较无知，我以为练习的越多越好。所以我练习了好几次以后，整个晚上失眠了，一天1次就好了。这个是很简单的训练交感神经的一种好方法，免费的，很轻松的，我试过的哈。我练习成熟的时候，我要做5分钟的，在3分钟的时候我就睡着了。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晚上睡前来做这个练习，然后呢去入睡，它会让你放松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做到这里，祝你们有个好眠，谢谢。